大家好，宠粉的姨太又来了。啥呀？王一博、蔡徐坤、范丞丞被公开点名了，粉丝怎么还攀比互骂起来了呢？有啥可比性啊？姨太这回真的二进网了，专门去吃了一番瓜，才发现这事儿还真的说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真实敢说的金星老师说起。金星老师在参加某档很火的综艺时，谈到了现在的流量艺人。一向大胆的他直言现在的小鲜肉赶紧给自己找个主科，要不你好好唱一首歌出来，要不就是好好跳的谁无人能及也可以。重点来了，他先是提到了范丞丞，他到底有唱歌干嘛，我找不出来了。接着又提到了酷盖王一博，我就知道他是没有天天向上，我哪知道王一博呀？节目组求生欲很强的打上字幕，此言论不代表节目组观点。而一旁的汪涵更是瞬间变了脸色，为王一博说话。一博跳舞也跳得非常好，但是他说他得到认可是天天向上，陈情令也非常的棒。在播出的节目片段中，金星并没有提及蔡徐坤，但是有一版意外流出的片段中，金星却夸奖了蔡徐坤。蔡徐坤现在很优秀，一个是当红流量歌手，一个是当红演员，这样一对比，也就引发了两家粉丝的骂战。比起这些伪粉之间的小闹剧，姨太今天更想和大家聊一聊流量小生。很明显，在节目中一向敢说的金星老师并没有过度去比较蔡徐坤、王一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举了个例子。可能他只看了《天天向上》知道了王一博，因为蔡徐坤的歌曲知道了蔡徐坤，但真的如此吗？王一博通过《陈情令》走进大众的视线之中，而蔡徐坤在《偶像练习生》中一路高歌猛进，两人流量都很高，但也存在区别。王一博是正当红的艺人，他在音乐、影视、主持方面都有涉及，甚至滑板、赛车、街舞等全面开花。不可否认，《陈情令》给王一博的红利很大，也是王一博走上演艺之路的开门砖。现在的他，不论是比拼热度，还是人气，还是综合影响力、业务能力，全部榜上有名。同样，蔡徐坤作为娱乐圈的顶流，凭借《偶像练习生》C 位出道，最为人瞩目的就是他创造的现象级流量，几乎一直占据明星热度榜首，获得过粉丝世界杯冠军。尤其是音乐方面，2008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 One 就被评为最受欢迎潜力男歌手。同年发行的单曲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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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被认可为最佳彩铃男歌手。今年他的单曲情人也是人人随口都能来一句。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毫无疑问，蔡徐坤从出道以后只忙着一件事儿，制作自己的专辑，自己作词，自己作曲，当制作人，当 MV 导演。他想要的是成为一位音乐人。那金星老师说的真的不对吗？姨太觉得大体上是对的。金星老师是建立在个人认知之上去评价的，更何况人家也没有恶意，只是想让年轻的艺人，你有这么好的流量，有这么好的关注度，趁这时候赶紧拿一个代表自己的作品出来。可能是有心之人带头，才导致此次事件放大理解化的后果。鲜肉流量的确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然后为之努力。只不过金星老师这回举的例子，火星撞地球了而已。当然，通过刻板印象对流量小鲜肉进行总结的，并不只是金星老师一人，圈内其他人也同样如此。比如一直致力于与流量艺人作对的汪海林，在节目中就直接说看到了自然就联想到了肖战粉丝，这得是多大的怨念呀！当然，对于这位的评价，姨太选择直接跳过。我们扭头来看国际巨星成龙，在谈及流量明星这个词时，成龙大哥异常愤怒，甚至一度表示这些人给他带来的体验非常差，耍大牌，演技差。他还想在采访中说出这些明星的名字，不过念及其他原因就没有爆出，只是给出了5个字儿：看你几时完。可见成龙大哥对于流量明星的态度是非常不喜欢，甚至达到了讨厌的地步。只是另外一位娱乐圈大佬张纪中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在节目中表示，这些流量明星还是有优点的，毕竟也不能怪他们，有市场找他们，自然就会衍生出这样的类型。张大佬的这番话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流量明星，但是却说出了本质问题。哇塞，有没有感觉我们这些年轻人引以为傲的流量明星这个词儿，从这些大佬嘴里说出来特别的逆耳？反正姨太是一点好味都没有听出来。要知道，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有这个标签的人，那得有多优秀啊！香港的4大天王，活到现在的李宇春，再往后推，
从快乐男生到偶像练习生，再到2013年 TFBOYS 组合成立，他们一直带着同类型明星难以企及的流量与热度。当然，如果要给出流量正式且轰动出现的时间节点，2014年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一年，韩国超人气男子组合 EXO 成员吴亦凡解约回国。回国后的他资源不愁，接电影、发新歌，时尚资源也不错。不久后，吴亦凡同团成员鹿晗也在这一年回国。在他2012年因单条动态评论超千万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后，2014年该动态评论破亿，打破了自己创造的吉尼斯纪录。鹿晗直接被推上了头版头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还是2014年，出道有些年头但反响平平的李易峰凭电视剧《古剑奇谭》大火，杨洋也在同一年凭《盗墓笔记》一炮而红，因此2014年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流量元年。自此之后，四大流量资源与咖位齐飞，在他们继续坐拥着令人羡艳的资源同时，新的流量也在慢慢升起。2008年凭借网剧《镇魂》爆红的朱一龙和偶像练习生 C 位出道的蔡徐坤，掀起了新一阵的流量狂欢。然而慢慢的，这个词儿变得不普通了。在这个过程中，仿佛有一种很明显的信号，爱他就要为他花钱，流量代表一切。结果伴随部分流量明星而来的是一件又一件不那么值得宣传与夸赞的事儿。以太举个最近的例子，比如今年10月的大型爱豆塌方事件，再比如前2天的乐华小爱豆被开除事件，各种出人意料、观众难以信服的事件层出不穷。流量似乎成了名气大于实力的最佳象征。我们以前看明星都是先看实力，继而捧出流量。现在呢，是粉丝或市场先把流量带上去，我们被选择看到什么。久而久之，但凡与流量明星有关的作品，似乎都被大家心照不宣地贴上烂片、业务能力差、注水的标签。为什么现在一些不关注饭圈的人一想起流量就嘘声四起呢？以太大概总结了几点：一、超高人气与作品稀疏的矛盾。你现在如果要路人对流量明星标一个关键词儿，最先冒出脑海的想必是没作品了，即便有作品也几乎被归在烂片行列。拥有别人遥不可及的热度，作品却一言难尽，如何能得到观众认可呢？二、数据造假欺骗观众。最近的就是前段时间的金鹰奖清粉事件，刷出来的数据光鲜亮丽，但站得越高摔得越疼。三、粉丝行为败坏路人缘。原本的粉丝是偶像背后坚实的后盾，可如今这种后盾的体现方式开始变得偏激，比如私翻、对骂等等等等。四、市场运作下的流量为王。市场是谁火就找谁，也不管合不合适，时间长了，跌梯更换之快暴露弊端，大家对流量明星的厌恶也就不言而喻了。当然，以太这里所说的流量都上了引号，这是因为某些人、某些事件让这个词儿背上了大锅，而不是对所有贴上流量标签的明星都抱有偏见。毕竟像四字弟弟、酷盖、蔡徐坤这样既是名号，也能凭作品获得同行前辈的真诚夸赞的人，还是占了多数。总之，就看这10月份出的事儿，以太真是惊呆了下巴。就想问背后那些大佬，当初急着割韭菜，割完一波又一波，现在慌吗？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 C 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